小童啊，你别紧张，我那孙子呀，马上就来了。站总，车已备好。公司呀，没他可不行，他可是公司的核心人物呢。他人还长得特别的帅，他就是那种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的那种。是他吗？我真的要跟一个素未谋面的人领证吗？你看看，这才50多呢，我们买点吧。今天半价的猪头肉非我莫属。哎，你来这边看看。来，别急，哎呦，这小东西，哎呦，走。哎呦，别动了。哎呦，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年纪大了站不稳。您这身子骨是抢不过这群人的。那这肉送给您，以后啊，我来帮你买肉。哎呦，这姑娘人美心善，是孙媳妇的不错人选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今年多大了？有对象了没有啊？我叫海童，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，我25了，还没谈过恋爱。哎，我那孙子呀，30了，年龄大会疼人，收入还高。不行啊，你们两个试试。我还不想结婚呢。哎呦，那你呀，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，我孙子呀会随时持证上岗。什么时候让你的妹妹滚蛋？都20好几了，还死乞白赖的在我家住着。妈生前就说让我好好照顾彤彤，她还没有结婚，我绝对不会让她搬出去的。行啊，那以后家里的所有开销，房贷、车贷全部 AA， 老子可没那个善心养活别人。留在这只会让姐姐徒增烦恼，搬出去又得让姐姐放心，就只剩嫁人这条路了。可我能找谁呢？奶奶，您之前说跟您孙子结婚的事情还算数吗？算，当然算。臭小子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车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待会儿再跟你解释。奶奶，这就是您说的事业有成的孙子战印吗？脸确实帅，不过开这辆50宏光，怎么看也只是个普通打工人吧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看你工作呀还是不够忙的，给我玩这局霸总隐藏身份相亲模式了。我自有我的考量，您要是接受不了，那这个婚也没必要结了。你想得倒美啊！等会儿我再收拾你。小童啊，这个就是我那剩男孙子，别看他性子冷，但他温柔体贴。战先生您好，我叫海童。你好，我叫战印。我很忙，咱们速战速决。海小姐，如果你不想结婚的话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放心吧，既然我答应了，就绝不会反悔。这女人确实像奶奶说的年轻漂亮。新郎，不要再盯着我们的新娘子看了，来看镜头，3、2、1。竟然跟刚认识10分钟的人领了证。这是明月花园的钥匙，听奶奶说你开了家书店，离这儿还算不远。为了减少麻烦，咱们先暂时隐婚。你有驾驶证吗？我可以出首付帮你买辆车，方便你上下班。我有驾驶证，但是买车就不用了，电动车更加环保。
随你。对了，战先生，我们之间需要 AA 制吗？姐姐和姐夫结婚多年，还能觉得姐姐占了便宜，提出 AA， 我与他没有感情基础 ，AA 也自在些。不需要，我还不至于连个老婆都养不起吧？啊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咱们加个微信吧，方便随时联系。回去打车，我给你报销。哎，臭小子，你就这样抛下你老婆不管了？答应你与她结婚，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。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夫人，还需要考察。小童人那么好，我呀就等着你打脸吧。今天书店关门这么早啊？别擦了，姐，这么多年你辛苦了，都是我拖累了你。傻丫头，说什么呢？你还没结婚，姐呀就是你唯一的依靠。姐，我结婚了啊！我结婚了。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听到我和你姐夫吵架了？你不用管他的，你每个月交了生活费，不用这么着急搬出去的。不是的，我和战印感情特别好，我们都觉得到时候了。好了，姐，我该收拾东西，要搬走了。希望他能好好待你，受委屈了也不怕，有姐在呢。啊，糟了，他也没告诉我是几栋几层啊，要不给他打个语音问问。郑总，上期数据发你手机上了，方便用您手机投下屏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这一个季度的数据，相较上一季度呢，有了很大的提升。郑总，接吗？挂了。是不方便接电话吗？那要不发个消息好了。战先生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呢？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啊，这次呢，老公。啊，还真是，哇！你快看，都叫上老公了。别看了，他该不会没给我备注，不知道我是谁吧？战先生，我是海童。果然没给我备注。奶奶，您知道我跟战一的小家在几栋几层吗？这混小子，你等着，奶奶这就给他打电话。喂，郑总，老夫人电话。接吧，开免提。战一，你偷偷买那小房子在哪儿？连家门都不告诉你老婆，都问到我这儿来了。忙忘了，你把他电话发给我，我给他回。喂，战先生。1栋808。没事儿，你忙的话给我回个消息就行，我正在搬东西呢。需要帮忙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就一个箱子，可以自己搬上去的。而且我真的需要帮忙的话，你能回来帮我吗？不。
这应该是战先生自己的房间吧？啊，这个房间不错，跟战先生的房间还是隔开的，我们也有私人空间。就是这个家也太冷清了吧。我先买点厨具吧。郑总，您是去庄园还是山顶别墅？明月花园，记得把那辆50红关开来，免得暴露身份，就不好烤鸭的。对了，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海头，您可千万记牢了。嗯。就这么迫不及待想独占这个房子，还敢把我拖鞋扔出来，还敢反锁，好得很。来了来了，3更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？战先生是你啊，肯定生气了。啊，抱歉啊，战先生，这么晚了，我以为你都不回来了。我一个人住不安全，就想着把你鞋放在门口，这样坏人就会以为家里有男人了。你穿鞋？这是我家，你把我拒之门外，这很不好。对不起，我下次一定问清楚，再把门反锁上。之后我再出差的话，我都会跟你说的。没说就代表我会回来。好的。啊，对了，你加班到这么晚，肯定没吃饭吧？我给你点外卖。以后最好自己做，外面的不干净。可是厨房什么都没有，我才买了厨具，还没到。家里要买什么东西，就用这个卡，不过得记账。我不建议你花了多少钱，但是我要知道这笔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。这家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这房子是你买的，以后日常开销就由我来出。至于钱的来往，我会每个月制成表格，月底给你查看。这样可还行？他拒绝了我的卡，还因为这个有些生气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对了，我想在阳台种菜，你有车，你可不可以去帮我搬点菜苗啊？好，谢谢。那我先回房了。哎，对了，以后不要穿这件睡衣，太透了。哎，你车呢？我忘记停哪儿了，我找下钥匙。你什么时候换劳斯莱斯了？啊，这是我老板的，昨天他喝醉要开回来，今天让我去接他。那市场今天别去了，别把老板车给弄脏了。我先去店里。好，那你慢点。郑总，今天来不及换车了，小心别被夫人发现了。这工资没了。海头，快来！4种口味的臭豆腐我买全了，你快来尝尝。阿姨是把你卡给恢复了，出手不凡呐。昨天我想跟你说来着，但是你都没来店里。说，你去哪儿了？结了个婚，那人姓战，以后介绍你认识。啊，你结婚了？这姓可不常见啊！不会跟短剧里面一样，是个霸总吧？哎呀，什么霸总？我哪有那么好的命？
作为普通人。对了，彤彤，你晚上有空吗？哎呀，我就知道这臭豆腐不是白吃的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呀，还不是我妈说，要想解冻副卡，就必须要参加晚上的上流晚宴。你就陪我去吧。哎呀，那不是我该混的圈子，不想去。我听说晚上有外国的臭豆腐，蓝纹奶酪，你不心动吗？唉，没吃过，想尝尝。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那我们换衣服去吧。啊，我又不是主角，不用换衣服。你先回去吧，晚上酒店见。那好吧，晚上7点玫瑰酒店，不要迟到哦。嗯。战总，今晚在玫瑰酒店有个晚宴需要您出席，那里有许多公司的合作方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战总，是夫人，快把他打发走。抱歉啊，我刚刚骑车走神了。不，是我不好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啊，没事就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啊。这有钱人脾气还怪好的。骑车也不知道看路，真不怕死。你这边再弄一下，对，就这样。哎，海彤，这里啊，真好看。走，慢着。谁准你们走在本小姐前面的？我们先来，走在前面不是很正常吗？小军，朱小姐，不好意思啊。妈，你干嘛让着他？哎，小军，刚才可是4大家族朱家的千金，你小心，别把人得罪了。放心，阿姨，以后我会小心的。打扮朴素，不抢风头，倒是个懂事的。海彤啊，待会儿还得麻烦你看好小军。这玫瑰酒店可是首富旗下的，听说今晚他本人也会参加。哎妈，你怎么还指挥上海彤了？你这孩子，哎，要是咱们家能得到战总的青睐，那可谓是一步登天了。少给我闯祸！哎，我知道了。海彤，我们进去吧。走。张总，好久不见啊！人家都忙着社交，你就知道低头吃东西。你不也是吗？哎，你看这个。服务员，不是说有蓝纹奶酪吗？在这边，请跟我来。听说那位已经来了，就在门口。啊，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见到这么样的大人物了。哎，你等等我。郑总，小心！哇，哎，你看，郑总，您回答一下吧。郑总，哇，战总，能跟您合个照吗？不可以。这声音怎么那么像我老公战印？确实帅。小姐，人太多了，要不由我给您拿来吧？啊，有了啦。战印不过就是平凡人，怎么会是他？到底是谁啊？这么大阵仗！哎，不行，我得向我妈问问去。哎，战总，那你去吧，我要开动了。发展方向吗？咱们集团打起精神来，以防居心不良的人靠近战总。是。战总，看见夫人了。啊，你好。啊，可以。放这里吧。他怎么在这儿？把他给我看好了。他跟任何人见面，都要给我拍起来。是。我看他是想靠色相攀高枝，好一脚踹开我们这个上班族的吧。海彤，那个人就是首富战总，是吗？长得帅吗？我没看到，他近身不允许女人靠近。希望能拍。啊，你说他该不会是弯的吧？拍着对呀，哎，人家好歹跟你老公一个姓，说不定人家还是亲戚呢。
哎呀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！这什么东西啊，臭死了！抱歉啊，又是你们这两个村妇。啊！战总，夫人出事了。他在哪儿？贱人，道歉有什么用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条裙子那可是全球限量版，你们这些贱民打一辈子工也赔不起。干什么呢？你这条裙子不过就是一个普通款，你当我们在场所有人眼瞎呀？别理这个神经病，我们走。站住！让开！我价值5000万的手链不交，在场所有人就你们两个最穷酸，肯定是你们拿的。你少胡说八道了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自然是有的。来人，什么衣服扒了，给我搜！过来！学姐，发光卡，发光卡，等会儿发光卡。净给我添乱！住手！住手！来人了！大头，你没事吧？表弟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女人不分青红皂白就诬陷我们，人前不交钱，心思有点野。朱小姐，这位是我张家好友，何必咄咄逼人？关你什么事？一个只能待在自家公司最底层的废物，也配和我说话？今天我还非搜不可了！给我！什么？真的在里面啊？看到了吗？人赃并获，还真偷了！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真是的！干什么？你这手链是钛合金制作而成，使劲拽都拽不掉，更不可能悄无声息的偷走，除非朱小姐自断双手，否则就是故意栽赃嫁祸。这女人是有几分聪明。真是出门不顺遇到了颠簸。海童，我们走。不再多待一会儿吗？要不我送你们回去？气都气饱，而且你都喝酒了，还送什么送呀？走。第二次了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等着！念生，今天多亏了你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算了吧。哎，咱谈咱的。闹剧而已啊！张家的人，战总有何吩咐？张家这几年虽然发展的不错，可还是难入战总的眼。这怎么和他打起招呼了？刚才那个人跟你是什么关系？回战总，那个是我表姐的朋友，没有特殊关系。最好是这张家是惹到战家。战总，这是昨晚丁静夫人的保镖拍的，并无异常。他倒是懂事，没穿的花枝招展，出去勾搭男人。何止啊！夫人一整晚都忙着低头干饭，谁也没搭理。看他吃的那个样子，好像饿着他。我倒还有一个情敌，竟然敢喜欢我的人。战总是喜欢上夫人了，看谁都像情敌。知道了，奶奶。那等他回来，我帮你问问他。好。以后别穿着睡衣出来，太透了。家里什么味道？这臭豆腐你要不要吃？从刚才一直吃到现在，真是个吃货。你这什么表情啊？别看它闻着臭，吃起来可香了。我最喜欢的男人就喜欢吃它。你说不清最喜欢的男人。对啊，就是人民币上那位。你先把东西扔出去，再跟我说。我还没吃完呢。快把它丢掉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那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快点。
抱枕放下，会沾染上味道。啊，那麻烦你帮我丢一下吧。理由？我没穿内衣，怎么你要看啊？那你快点，我先去洗澡。以后我在家里注意着装，快点。奶奶说让你带我回家吃饭，见见长辈。最近忙，让他带着爸妈来家里吃顿饭就是了。对了，我能让我姐姐他们一家也来吗？她一直想见见你。你决定就好。你属狗的呀？你是不是用我沐浴露了？那一下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在你身上还挺好闻的。这女人撩人还真有一套，怪不得你的张家那人找不着北。今天怎么这么早？提前关门跟我朋友参加晚宴去了。说起这个，今天晚宴的酒店还是首富家。那首富跟你同姓的。你说你该不会跟首富家有什么关系吧800年前是一家呗。我就知道你跟首富家肯定没关系。怎么？你很不想我跟他们家有关系？你首富，你要是首富的话，会跟我这个陌生人结婚？再说，人家战家的门槛比我身高都高，怎么说都是我高攀，相处起来肯定很不自在。是吗？还是像咱们这样同层次的人相处起来没有心理压力。而且我听说，这个战总从不允许任何女人接近。战先生，你说一老男人这么大年纪了还未婚，是不行，还是性取向的问题？你怎么知道他是老年人啊？说不定人家就是洁身自好呗。你这么激动干嘛呀？他又是接班人，又是富二代，这人不到中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成就呢？行了，别在背后总议论人家的私事。你教训的是，那我先洗澡去了，明天还得去姐姐家。喂，战总，跟老夫人说一声，让她带着爸妈来明月花园吃个饭。是。洋洋，当当当，小姨给你带礼物。妈妈呢？和爸爸在房间里呢。你个败家娘们儿，又买了什么东西？花了1000多。是妹夫说下周要请我们去家里吃饭，才买了几件像样的衣服。再说大头都花在了你的西装上，我买的都是打折58块钱的衬衣。就你这生完孩子的猪样，穿什么不穿？我告诉你，生活费也 AA， 你后面的不够用，自己看着办。哼，净买些没用的东西，还不如送钱来的实在。彤彤来了。姐，你搬我那儿去住吧。
胡说什么呢？洋洋还小，离不开我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还要买菜做饭呢。我陪你去。以后别往娘家买东西了，这妹夫要是知道了会不开心的。姐，我花自己的钱买东西，跟一个男人有什么关系？洋洋，没事吧，洋洋？这可是劳斯莱斯呀！我就是倾家荡产，我也赔不起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们在这等车主呢。我最近是不是跟劳斯莱斯犯冲了？怎么身边全是劳斯莱斯？怎么又是海童？奇怪，明明听到声音了，怎么没人呢？姐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我留个联系方式，等车主联系咱们。战总，这可是您的车，我们一定要这么鬼鬼祟祟的吗？闭嘴！走。张总，这个怎么处理啊？该赔多少赔多少，给他个教训，省得眼睛走不看路。我刚查了查，把我所有的钱拿出来都不够赔的。要是跟你姐夫说了，他只会骂我一顿，根本不会帮忙的。行，姐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你别怕，还有我呢，我来想办法。怎么回来这么晚？还一脸不高兴。今天陪我姐姐去买菜，我没看我小侄子，他蹭了辆劳斯莱斯。平时家里所有家务都是他自己做的，我连个小侄子都看不好。不是海棠弄的，像他那种没有收入来源的家庭主妇，让他赔个几千都等于割肉，更别说上万。这件事是不是要赔很多钱？要不我帮你姐赔一点吧。谢谢，但是不用了，你有一大家子要养。这件事我自己想办法。他竟然放着白给的钱不要！哎，海涛，帝都的劳斯莱斯不是很多，要不你说说车牌号，看能不能认识。DD4个8，那是我老板车，我要不去帮你求求情，看看能不能便宜点。真的吗？那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，展先生。行了，洗澡去吧。喂，郑总，赔偿单已经打印出来了，一共是15万9千元。抹个头吧，直接让他们赔9000。这事儿联系海童就行。是。你好，我是劳斯莱斯的车主。啊，您就是那个被我刮花的车的车主吧？您有时间吗？我们商量一下赔偿的事情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和战先生交情颇深，我们待会儿玉兰咖啡馆见。好，谢谢，我一定准时赴约。战先生，你看，茴香包子，新鲜出炉的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刚刚那个车主给我打电话了，
约我下午去谈赔偿的事情。这事儿多亏了你。举手之劳嘛，毕竟我们是夫妻。对了，晚上在奶奶家里吃饭吧，我叫上姐姐跟姐夫，姐姐想当面谢谢你。随意，都听你的。我先去上班吧。你带着这个吃吧，晚上早点回来，路上小心。战总好。茴香包子，您不是吃茴香会吐吗？要帮您处理掉吧。吃了吗？没呢。来，把它吃了，不许剩。是。对了，我跟你一起去玉兰咖啡馆，我得看着，省得他给你讨价还价。想看夫人才是真的吧？海小姐，海小姐想喝点什么？没事就行。好的。关于赔偿的事，考虑到海小姐也不是故意刮蹭，而且呢，我的车有保险，所以说赔个9000就行了。9000？您确定吗？补个漆都不止这些钱了。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故意刮蹭的？我看了行车记录仪，没问题。这样啊，再怎么样也是我们不小心刮到的，赔您这些钱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反正这是你老公的车。不好意思，您刚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跟您丈夫呢认识很多年了，他之前帮了我很多，我现在呢想还他一个人情，所以说还请您不要在意，意思意思就行。确实，我先生是一个很靠得住的人。没想到我在他心里这么伟大。战业，对不起，先生，对不起。战业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这衣服估计都穿不了了。你先等我一下，我给你老板把钱转过去，然后再……你老板呢？他可能有事先走了吧。这样啊，那我把钱转给你，你再转给他。对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我来这儿谈合作。哎呀，那个人有事儿，突然把我爽约了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事儿吗？那个家里晚上来客人，你陪我去超市搬点东西吧，顺便再给你买身衣服。你觉得？买菜还需要亲自去吗？买衣服会不会太暧昧了？可我们是夫妻，倒也说得过去。行。你还要逛多久啊？等我找到适合你穿的衣服。这家店的气质很适合你，要不就这家吧。这家店的衣服可不便宜啊，你确定？进去看看。行，但希望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啊。战业，你的衣服都是黑色的吗？那你要不要试试这件？我不要。先生，夫人，你眼光真好，这件衣服还有配套的女款连衣裙，是情侣装呢。夫人，要不要我拿来给您试一试？
原来这家店还卖女装，他是想借着给我买衣服的由头，让我也给他买一件吧？不了，这次是来给我丈夫挑的。他怎么？我觉得这件真的很适合你，你真的不试试吗？知道了。还真是人靠衣装，果然很适合你。是吗？你好，就这件了，麻烦包起来，一共是52000，请问怎么支付？刷卡。说好了，我给你买的，就当做你今天给我当苦力的回礼。不过说实话，这家店真的还挺贵的，还好我阻止了刚才导购的推销。他似乎真的只是单纯要给我买衣服，是我想错他了吗？行了，回家做饭吧。喂，海童啊，你在家吗？奶奶呀，到你们楼下了。我们刚从超市回来，现在在小区门口。你说战役陪你去逛超市了，这也就稀奇了。行了，我呀在这儿等你，咱们一块儿上去。你说这臭小子，他宁愿呀有处理不完的文件，开不完的会，也不陪我逛街。这会儿他敢放下身段了？老夫人，谁说不是呢？他今天啊还跑去咖啡馆看夫人呢。就让他装穷吧，这样也好，让他呀过普通人的生活。奶奶，好，谢谢你今天送我，没事你先走吧。是。陈爷，我没看错吧？你老板在给奶奶鞠躬呢。海童，奶奶，先生，我们又碰面了，看样子你跟奶奶也挺熟的。我们老板非常爱敬老人，对着奶奶鞠躬呢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先回去。是哦，对了，老板，都碰上了，要不要一起去家里吃个饭？哦，不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那您开车慢点。你这孩子，这老公呀就是用来使唤的，以后他这些东西啊都得他拿着，别累着你。走，带奶奶呀去看看你的新家。哎呀，终于呀像个家了。怎么你们还分床睡呀？哪有刚认识就同床共枕的？像什么样子？哎呦，我就说你这个榆木疙瘩脑袋，先婚后爱，最重要的是爱，你懂吗？你去看看是不是彤彤家来人了，我呀去厨房看看海童。好。海童的老公竟然比我的上司更有威严，怕是在公司官职不小啊！傻呆在这站着干什么？喊人啊！詹先生，久仰大名，我是海童的姐夫。詹先生，久仰大名，我是海童的姐夫。不知道妹夫现在在哪高就啊？普通职员罢了。没看出来，这气势只是个平常员工。亏我刚刚还高看他一眼，那妹夫可要好好努力了呀！毕竟男人在职场可得有点眼力劲儿啊！你能不能别把公司那一套带到家里来啊？男人说话要你一个女人插什么嘴？哼，是吧，妹夫？姐，请吧。好。年纪轻轻，架子摆的倒是挺大。海童啊，你是对我的孙子不满意吗？是他长得不好，还是他身材不好啊？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他很好。那你们为什么还分床睡呀？这不是还不太熟吗？
你听奶奶的，把他扑倒了，给奶奶呀生个重孙女。奶奶，到时候呀，把我的积蓄都给你。奶奶，好好好，我姐他们好像到了，咱们出去看看。啊，行，好。彤彤啊，这位就是战役的奶奶吧？你好，海玲啊，我常听彤彤呀提起来你，你们两个都是好孩子。今后呀，这个彤彤有我们家这个臭小子照顾，你呀就放心吧。战役他虽然不爱说话，但是还是挺贴心的。彤彤跟他过日子呀，我安心。坐。这房子不便宜吧？分了几期买的？1个月还完房贷后还能活吗？刚才呀，都是小童一个人在厨房忙活，你去洗洗杯子，出来待客。我只知道这房子是我们家战役全款买的，毕竟他不用跟我 AA 算的那么清楚。你姐，我汤还在锅上炖着呢，你跟奶奶多聊聊天。好。300。300。单先生，你是什么富家大少爷吗？我不小心的。不小心倒了半瓶洗洁精。以后聚餐的话，都去酒店吧，多省事。好，但这毕竟是第一次嘛，在家温馨一些。刚刚我看你跟奶奶聊得挺开心的，说什么呢？奶奶问咱们俩是不是分房睡，还说咱们俩都领了结婚证了，让我大胆点、主动点、扑倒你，然后把你睡了。真不知道奶奶到底怎么想的。奶奶还说了，让我给她生个曾孙女，特意强调是曾孙女，说是生了女儿重重有赏，要把她老人家毕生的积蓄都给我。我奶奶可是真大方，一生积蓄至少得有几百亿了，是吧？那看来奶奶还是很重视你这个长孙媳妇。来，哎，你爷爷那辈是没有女儿吗？我们这几代都是男儿。怪不得说是要把毕生积蓄都给我，原来这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。果然他在打奶奶财产的主意，总算是露出狐狸尾巴来了。怪不得哄骗奶奶对他这么好，我差点都要被他骗过去了。海童，你和我结婚就是为了钱吗？我是说错了什么吗？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你怎么了？哎，莫名其妙，明明是自己要问的，回答了他还不乐意，以为我真想扑倒你。冷冰冰的，我怕我没扑倒你，自己先冻成冰雕。奶奶，要不坐我们的车送你回去吧？不用了，战役呢已经给我把车叫好了。小童啊，奶奶呀就先走了。奶奶路上小心。海童啊，姐姐看着你过得这么幸福，姐就安心了。以后啊，要好好过日子啊。也不知道姐姐是从哪儿看出来的。姐，我知道了。你到家发个消息。好，走了。哼。终于能休息一下了。啊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起来看看就知道了。现在谈结婚财产分配协议是不是太晚了，战先生？你先看看。第一条就是不同房，你是觉得我会肖想你的身体是吧？这个我懂，毕竟你对你的身材很自信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半年内还没培养出感情，那我就没有继续的必要了。到时候
这套房我会转让给你，包括那2套房。我懂了，你是怕我盯上奶奶财产的意思吧？我没这么想过，我有手有脚，不用坑了。我们虽然是夫妻，但没有什么感情基础，我觉得还是签份协议比较好。以战先生这样的外貌条件，自称第2，没有人敢称第1，五官帅气，身材也很棒。不过，战先生，你不是人民币，不会人人都爱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爱上你的，也不会想要占你便宜。你这份财产协议，我没有异议。他似乎一点都不生气，签得很随意。啊，对了，买菜苗的事儿你还记得吧？我不过是想蹭你的车，别多想了。明天我没什么事，可以跟你一起。谢谢。他怎么能做到如此洒脱，不屈不挠，还笑眯眯的？她嫁给我，难道真的没有企图？是我多想了吗？醒了，赶紧洗洗，准备出发吧。今天要买的东西还挺多的。我都写好了，这是你要买的。哎，等等，干什么？还是不要有肢体接触了，让战先生误会就不好。你还想得挺周到的。来看一看哦，来新鲜的蔬菜，啥新鲜？便宜一点嘛。来看一看喽。就是便宜卖。给我来小姐10个嘛。有多少？买不了上当。好嘞。愣着干嘛？赶紧找菜吧。啊，这是蒜头，不是葱头。哦，战先生，你是不是不认识啊？我没见过。哦，那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？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，哎，打住！啊，就是说一层一层一直剥开会流眼泪的，叫做葱头。剥开以后白白嫩嫩的呢，就是蒜头。蒜头才长蒜苗，葱头长葱苗。哦，确实有细微的差别啊。你拿的这个是教头。哎呀，这种小菜苗不用你帮忙，一会儿你等着帮我掰菜苗就行。他懂得还挺多的。你这菜还行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咱这都是新鲜着呢。哎，美女，要看啥？老板，这些菜苗一共多少钱？都是最新鲜的。 80。啊？那就这。老板，这卖的也太贵了，你给我便宜点。这菜主要进价也就几块钱，那有80，这也太……我也要赚钱的嘛。海头，要不算了吧，人家要生活。卖80，他可是赚翻了，咱们不当冤大头。老板啊，其实呢，我是做自媒体的，今天你给我便宜点，我给你来个大宣传，怎么样？哎，今天这波菜苗80块，要不要不要？50块，要不要？50块也不要，不要。今天80不要，50也不要，那多少要？只要20块。3、2、1，上链接！哎呀，我真是怕了你了。都可以来点，20块，拿走吧。海头，你听见了吗？老板20真的卖给我们。哎呀，也不看看是谁还的价。来菜苗吧。我怎么觉得他今天挺好看的？我是不是生病了？唉，辛苦了，战先生，喝点水吧。你能不能不要叫我战先生了？能不能不要叫我战先生了？就还像以前那么叫就行。不了吧，这样的距离不近不远，刚刚好。哎，
你出汗了，来擦擦吧。我手没空，你帮我擦。是天气太热了吗？为什么我的心跳这么快？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对了，今天的钱我回去也给你。郑总，你已经喝了不少了，再这么喝会伤身体的。明明该难堪，觉得不自在的人是他才对，为什么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心痛？您说的是夫人吗？他海棠居然敢轻视我，根本就不在乎我的协议有多苛刻，就是不在乎我。可是，这不就是您的目的吗？这样，您就可以和夫人离婚了。是啊，我在抱怨什么？他这么识趣，他远离我，我应该开心才对。可为什么我……你没发现自己已经开始为夫人伤心了吗？可这不就是一个丈夫该做的吗？可是，你对夫人的关心程度，甚至是占有欲，已经超出普通范畴了，不是吗？詹总，需要叫醒夫人吗？这一点他应该已经睡了。还是给你们夫人叫醒吧。我忘带钥匙了。是。谁啊？你干嘛呀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许穿这件睡衣出来。你好，我是代驾，你家先生喝醉了，我送他上来。啊，谢谢你啊，辛苦了。去哪儿？协议里有写，你的房间是我的禁地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千万别洗澡，明天再洗。我看你喝成这样，洗个澡再把自己淹死。那你就不能帮我洗吗？我怎么办啊？我又不能觊觎你的肉体。行了，我要睡了，明天还要看店。该死的协议！战总，战总，嗯，等会儿您还有一个会议要出席。您现在来夫人这儿是要干什么？哎呀，我有本书想在她这买，我先来看看。你什么时候来过夫人的书店啊？再说了，您家的藏书阁比人家图书馆的书都全，什么书没有？可咱们一直在这待着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用你说，我现在就……念生，张念生，要您不着急，英雄救美的事儿都被别人抢了。会议取消，我倒要看看他们两个要做点什么。念生，刚刚还好我来了，不然砸到你怎么办？真是谢谢你啊。对了，你怎么会来店里？我来找我姐姐，她好几天没回家了。我姑姑让我来找她，我想着她肯定会来你这里。那你啊，这趟要跑空了。我也很久没看见她了，肯定是在哪玩疯了。那好吧，
哎，我看这个点儿，你是不是要下班了？我送你回家吧。这个点儿啊，你的车没有我的小电动快。说的也是，那你路上小心。你也是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你车怎么了？我看一下。你知道这附近哪有修电动车的吗？要不我打电话叫人过来修一修，你先坐我车回去。那麻烦你了。山总，我们超过他。是。嗯，海涛，你看到前面那个滴滴4个8了吗？今天竟然能碰到战少的专车啊！这不是战印老板的车吗？哪个战少？首富战家的大少爷啊！战印居然和他老板一个姓，可惜同姓不同命啊！也不知道每天看着那大少爷，心里会不会不是滋味。这种大人物不是每天都见得到的。你把我送到明月花园门口就行。明月花园是海棠现在和她丈夫住的地方吧？今天还没回来吗？刚从楼下看漆黑一片。回来了，还把密码给改了。那我怎么进去？在我这捞不到好处，就开始急着找下家了，竟敢跟别的男人那么亲密。哎，战先生，有事儿啊？那个，你把门密码给改了，我进不去了。我还以为你今天要去住高级酒店呢。如果你想让我去住高级酒店，也可以，我会用你给我的那张卡。战先生，请留步。你阴阳怪气的，我想知道我哪儿又得罪你，有问题可以解决，别给我脸色看。如果你不想我住这儿，我马上搬出去。今晚谁送你回来的？他是有千里眼吗？怎么能看见张念生送我回来？怎么不说话？你就不能等离婚了再找别人吗？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戴绿帽子？你长着一张胡说八道的嘴，你就该死啊！什么都不问清楚就在这胡思乱想，你平时都是这么专制霸道、自以为是的吗？你什么你？我电动车出现故障，发动不了，小军他表弟正好来接小军，顺路送我回家。平时我都把他当弟弟看，怎么在你嘴里像偷情一样？当初你不想结婚，其实可以直说，结了婚之后让我签协议，我也签了。离婚后要给我房子和车子也是你的事儿。既然你把我当成心机女，那房子和车子不要我还亏了呢。原来他对这个协议也是有点生气的吗？我不会婚内出轨，毕竟半年后离婚，我住着你的房子，开着你的车子，光明正大的找男人，难道不香吗？对不起，你别生气，是我错怪你了。你以后能不能别继续叫我詹先生了？我不知道哪里又让你误会了，但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讲清楚。你要像之前那样，你老婆迟早得跟你离。你不就是我老婆吗？你以后的老婆。海彤，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啊？摔什么摔？我又不心疼，反正是你房子。
在那站着干嘛？当门神啊？坐下吃饭。你今天怎么不去上班啊？不知道。今天我送你去上班，别想。哦，那谢谢你了，战一。喂，海东早，需要我来接你顺路去吃早点吗？不需要了，我家里做了，一会儿我老公送我去上班。海涛，我不想吃这个，你帮我吃吧。来。啊，这样啊，那我不打扰你了。好，拜拜。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没有啊。小姨，快来救救妈妈！爸爸在打妈妈，好凶！瑶，你快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小姨马上过去啊。你没事吧？疯了吧这是？老子他妈让你给我妈道歉，凭你们！你妹妹在我们家白吃白住这么多年，我让她拿点钱给咱家洋洋换个学区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想都不要想，别想打扰我妹妹的生活。姐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房子的首付是拿我写的嫁妆买的，现在你们还要找他要钱是吧？哎，是他想跟我儿子结婚，难不成这房子让我儿子一个人承担？他的嫁妆就该上交，不然我儿子养他这么多年算什么？怎么现在结婚了，以为有人能给你撑腰啊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是老子养你们全家的，给我钱天经地义。你放屁！这么些年，海东每次买东西什么时候少过你的？每个月还要交4000块钱的生活费，怎么就白吃白喝了？你个贱货，还敢顶嘴！我，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哟，带着老公来耀武扬威来了！我告诉你，有本事，来，打我这老太太呀！那我就直说了，我们1分钱不会给你。这么多年，我姐姐待你们一家怎么样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行啊，不给钱可以，那就离婚吧。洋洋的抚养权你也别想要，还有这房子，你1分也别想拿走。你们别太过分了！有本事去告我！丑话说在前面，哼，我可是战氏集团的经理，人脉资源我有的是，你们尽管试试。周孔理，你非要逼死我不可吗？彤彤，你们赶紧走，这不关你们的事，快走，彤彤！不走，姐。彤彤，你听话呀！姐，那你要是想好了，就来找我。我在当地还是认识很多律师的。姐，快走！行了，彤彤，咱们先走。战氏集团竟然出了这个费用！站住！往哪儿走啊？把钱给我留！这是干什么？好你个海童，竟然敢推我妈！我妈可是有心脏病，她这个身子骨怎么能摔倒？哎呀，真是造孽呀！我好吃好喝伺候着你们姐妹俩，结果都是白眼狼啊！哎，天哪，竟然对我这老婆子下手啊！今天这钱必须给，不然我妈出了什么闪失怎么办？麻烦你告我清楚，我根本都没碰到你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他妈！再敢指我夫人一下试试，我一定让你后悔！你再敢指我夫人一下试试，我一定让你后悔！快走，快走！儿子，她老公什么来头啊？看样子不好惹啊！不过是个小职员，还他妈敢威胁老子！哎，儿子，刚才全都录下来了。这都是他逼我的。
怎么了？我以为和你结婚搬出来后，姐姐的日子会好过些，结果还是那样，越来越差。他和我结婚，是因为这个，而不是因为钱。原来，一个人的原生家庭真是会永远缠着自己，所以我很羡慕你，有和蔼的家人，爱屋及乌的待我好。虽然你平时会和我发脾气，但有你在，我觉得很安心。海头，别担心，姐姐要是受了委屈，咱们去替她出头，让周家人知道，咱们的姐姐可不是没有靠山的。这样看着我干嘛？是在怀疑我说话的真实性吗？只要我们有理，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和姐姐受到一丁点的委屈。山叶，我想靠一靠你的肩膀。山叶，你的心跳得好快。是吗？今天谢谢你了，你赶快回去上班吧，我先回店里了。把周红林的资料调出来给我。哎呦，我的脚啊，都疼死我了！海玲，你妹妹现在翅膀可真硬啊，看看把我妈打成什么样了。不是好着呢吗？海玲，老子给你脸是吧？敢这么跟我讲话？你吃红绫的，住红绫的，你花红绫的，哼，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老婆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完，我妈的医药费海彤她给定了，否则我们法院见。妈妈，我讨厌爸爸。洋洋，是你给小姨打电话让她来的。下次不要再打扰小姨了啊！妈妈能保护好你。红绫，你什么时候踹了那个黄脸婆？你可是答应要搬新房子和我一块儿啊！夫人和姐姐的父母车祸去世的早，赔偿金被家里的亲戚以抚养的名义全部吞并。姐姐带着夫人四处打工，供夫人读书，后嫁给周红林，被周红林哄骗，把攒下的嫁妆都给周红林买房。可是周家拒绝在房产证上增添夫人姐姐的名字。如果离婚的话，房子怕是要回不来了。通知律师团，必须把钱给要回来，还有孩子的抚养权。是，真是一群白眼狼！走走走，真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怎么能这样呢？走，砸他店去！哎呀，干什么事儿呢？这是不好了，战总，现在网上都说夫人是白眼狼，对着姐夫一架趾高气昂，怒推姐姐的活活导致受伤，还贴上了视频，还登上了热搜。现在所有人都在指责夫人，把热搜撤下来，找到发帖人，还有布置公关部门集体待命。是。哎，你看呀，这网上说的就是她吧？真是人不可貌相，好好一姑娘，心肠这么歹毒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你离我远点儿，真是太恶心了。
自己干的什么坏事，心里没数吗？就是这，那个白野狼的店就是这里。海童，赶紧滚出来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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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歉啊你！道歉！道歉！这白野狼！道歉吧你！道歉啊你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再在这儿胡闹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嘿，还报警？报警！报警啊你！报啊！报警啊你！你敢吗？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还敢问我们干什么？你姐夫一家怎么养出你这个白眼狼？就是赶紧的，去医院赔礼道歉去！赶紧道歉去！哎，麻烦让一让。海小姐，对于姐夫对你的指控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还有，我不是什么白眼狼。难道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还在辩解什么？啊？滚！真的是素质太差了。这男谁呀？你怎么会过来？不是去上班了吗？今天在场的所有人，伤害过我夫人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还有你，漫南报社，等着倒闭吧！怎么了？刚才你出现的时候，吓了我一跳。我担心你，所以就过来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根本就没走啊？你公司离我那儿可是2条路。我看你啊，还是伤得不够厉害，还有心情在这开玩笑。我这不是想问问你有没有请假，会不会影响你的年终奖吗？我在公司工作多年，大小也是个领导，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。你呀，别担心我的工作，年终奖那些对于我来说都是身外之物。只要你没事就行。你这个冰块，今天怎么突然这么会说话？我都有点不习惯了。海童，好啦，不逗你了。不想笑就不要笑，笑起来比哭还难看，笑起来比哭还难看。我还以为我演技很好，跟我还逞什么强？有事就说。我担心我姐。姐和那个人毕竟有着多年感情基础，你想让她一下割舍，也不切实际。况且中间还有个洋洋，给她点时间吧。我知道的。你有这个时间，还不如想想怎么揭露周红林一家，还你和姐姐的清白。我这儿有给他的转账记录，这么多年一直保存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倒是聪明啊，只不过这些还不够，现在还是需要姐姐自己解释才能解决。我相信我姐，再给她点时间。况且洋洋的抚养权也是个问题。行了，别多想了，早点休息。你也是。战业。今天谢谢你，还好有你。封锁今天所有的消息，还有封杀漫南报社。是，可漫南报社是夫人朋友沈小姐家的经济支柱，这怕是……那就约个时间，找他们聊聊。是。起来了。这是你做的早餐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新手机啊，你之前的已经坏的不能再用了，修复也修复不好。那多少钱？我一会儿转给你。不用，我还不至于穷到连个手机都买不起吧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。行了，赶紧收下吧。啊，对了，一会儿吃完早餐，你还要去店里吗？去。
这回我会做好安全保护再过去，不会让昨天的事情重演。而且小军说了，他会找人过来帮我守着。小军？就那个跟我一起开店的朋友，张念生的表姐。张念生的表姐吗？我知道，等会儿我送你去书店。房，你没事吧？昨天看新闻都吓死我了。哎呀，我没事儿，你别大惊小怪的。而且昨天晚上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那就好。周红林还真不是个东西。我让你休店几天，你也不肯。你呀，大小姐，人家要赚钱的嘛。况且这不是有你跟你的保镖保护我吗？说到这个，抱歉海童，我今天不能陪你了。我妈求爷爷告奶奶说，好不容易拿到跟战士合作的机会，非要让我去跟那个什么战总一起吃饭，说是机会难得。战总，没事儿，你去呗。而且我觉得那个周红林短时间之内不敢再来打扰我，哼，除非他想被抓进牢里。那谁说的准啊？我把他留给你，让他保护你。不，我能保护好自己。我可没说我给了你拒绝的机会啊！放心，我速战速决，待会就回来陪你。不是，你就别在这站着了。你呀，坐这儿。没事，我站着就可以了。你要是再继续站着，都没有人敢进我店买书了。谢谢。哇，他居然不是糟老头子，居然是个大帅哥！妈妈，我这次真的要夸夸你了！天呐天呐，好帅啊，跟小说总裁一模一样。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少夫人的朋友沈小军吗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战总，这是沈氏千金沈小军，应该是代表这次合作谈判者。你确定这是来谈合作的？你跟在我身边也有5年了吧？这么低级的错误都犯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下次如果再这样，自己收拾东西滚蛋。对不起，战总，是我的错，我没能确认好。他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呢？不过该说不说，这人怎么背影都这么帅啊！喂，海童，我见到了，我终于见到传说中的那位大佬，你知道吗？他简直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男主，又冷酷又多金，长得非常有型帅气。我感觉我快要坠入爱河了。那你这不是很好吗？你喜欢，你妈也喜欢，皆大欢喜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做梦啊？那可是战少啊！怎么会啊？我当然相信你。你要是真喜欢，你就努力去争取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毕竟错过了，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一个这么符合我心意的男人了。哎呀，真可惜，刚刚忘记给你拍照了，要不然你就看看这个战总到底长得有多帅了。好像我们家那位也很不错呀。你说什么啊？没说什么。哎呀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就挂了吧。好。该怎么样追一个男人呢？而且还是追天花板的男人。喂，老弟，我有个问题要问你，这关乎到我下半辈子的幸福，你可得好好帮姐。好好开车。是，单总，现在怎么办？沈小军是少夫人的好朋友，那您是首富战家大少爷这个身份，怕是瞒不住了。
还有报社的事儿。他不认识我，所以只要他没跟海童同时出现在我面前，那他就揭露不了我的身份。找个机会去审视一趟。是。噔噔噔噔，你觉得我这身怎么样？能不能迷倒那位战总？有那么一点浮夸了。会吗？可是张念生说，有钱的男人就喜欢这样的。哦，那祝你好运。那我去追我的男神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连他人都没见到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咱们治不到的话，放弃也不丢人啊。不行，我还非他不可。我就不信他能拒绝我一辈子。海童，你帮我想想，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他给追到手啊？我也没追过男人，我哪会啊？要不你帮我问问你家那位？你疯了吧？我可不要。小俊，我老公来接我了，我先走了。走了啊。你怎么还亲自来接我呀？多麻烦你啊。没什么，顺路罢了。店铺的灯不关吗？没事儿，小娟在呢，她会关店的。这么久了，我都还没见过海童那位战先生长什么模样。啊，走。怎么啦？海童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你帮我参考一下。什么好主意？你说我要不要去色诱他一下？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色诱？沈小娟，你脑子坏了是吧？那不然你说我怎么办？我真的想不到任何办法去吸引他的注意力了。想不到办法，那你也不能想不到办法，那你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！我帮你想办法，行了吧？按照你的说法，那个战家大少爷既然是首富继承人，但他的性格孤僻，不好相处，也属正常。正常的方法肯定是不能引起他的兴趣，要不然你先让他记住你这个人，每天在他面前晃一下，再发生点小插曲，时间久了，自然而然的不就记住你了吗？去试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没事儿，就是我朋友喜欢上了一个人，让我帮忙想办法。你很有经验啊。我哪有什么经验？我啊，那是在小说上看到的。什么小说啊？就是小说嘛，说了你也不知道的，又不是追你。进。谁让你进我办公室的？立刻离开我的办公室！我马上就走，这个给你。这是我一大早上起来跟家里佣人阿姨做的。不需要，拿出去。你每天在他面前晃悠，再发生一些小插曲，时间久了，自然而然的不就记住你了吗？够了！如果再让我看见你，我就会对沈氏集团下手。不行，我是我，沈氏集团是沈氏集团，你不能将我们混为一谈。我只是喜欢你，想追求你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但是你不能把对我的气撒在我家公司身上啊！
你如果再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绝对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你怎么能这样？告诉门卫，不准让沈小军再进我的办公室。如果再让他进来，他们就可以滚蛋了。晚上该和海头好好聊一聊了。什么？你疯了吧？你竟然要跟战少求婚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哦，你在跟谁打电话？小军。哎，你说。我也不，但车变摩托，我明天就先去试试求婚。那你加油。你陪我一起去吧，我是孬种，我一个人不敢。行，但是你可想好了，非他不可吗？非他不可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正好你在这儿，快坐下。快。你老板不是姓战吗？他应该跟那个战少认识吧？战家有挺多少爷的，你说的是哪一个？就是那个最帅、最有气质的那个。小军对他一见钟情，是要追求他。我肯定是要帮忙的。你说的这个战少，会不会对你朋友做出什么伤害的事儿啊？应该不会吧？听小军的意思，这人好像不是什么特别暴力的人。你就从来没想过，自己有一天会嫁入豪门什么的？我这样的人跟豪门有什么关系啊？更何况也不是嫁入豪门就会幸福啊。物质上或许可以轻易满足，但精神上，得算了吧。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过好普普通通的生活就行。看来我之前真的误会他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晚安。海童，我这么穿着没问题吧？很漂亮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不过他们怎么还不来啊？你要找战少，怎么不去公司里啊？干嘛在这楼下咖啡店里等？他不让我进他公司。不过我知道，他每天都来这个咖啡店。小军啊，既然这样，要不咱们还是别去了吧？不行，我打扰他这段时间，他也没对我们沈家出手。我妈说，估计他心里有我，不然不会忍耐这么久。战燕，海童啊，你认识战总？什么战总？这是我老公。啊？什么？你说这个男人是你老公？你老公是战总？什么战少？啊？哎，沈小姐，实不相瞒，其实这位才是战氏的掌权人，我只是他的下属，之前是为了保护他，所以才有我假扮总裁的身份。哎呦，想我这段时间攻略的是我闺蜜的老公。原来我一直教我闺蜜攻略我老公。哎呀，我的世界观都要崩塌了！你早说你是海童老公啊！朋友夫不可欺，我要是知道了，我肯定离你远远的。哦，是我不让他说的，怕影响两家和谐。今天战总，我看小战最近对你的热搜特别担忧，今天他还求我帮你解决呢。哦，你是说报道海童新闻的是我家报社？海童，抱歉啊，我都不知道，还说要追你老公。你放心，我现在绝对没有这个心思。哎，没事的，战总，这事儿还得谢谢你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回去把那个编剧给你揪出来，然后开除。哎，
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。原来你最近都在忙这事儿。你才知道？你知道我最近演戏演得有多辛苦吗？不知道哪个没良心的，还想把我介绍给她闺蜜，让她跟我相亲。我这不是也不知道吗？消消气。行了行了，走吧，回家吧。那不是周红林吗？他竟敢出轨！不能贸然行事啊！你这样做，他们一定死不承认。你拍个照片，把照片发给你姐姐，让她自行评断。姐姐知道之后会伤心的吧？长痛不如短痛，总不能让她一直生活在谎言里。姐姐怎么一直没回消息啊？海棠，姐，妹夫，最近可能要麻烦你和小童了。姐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刚刚看到新闻和你发的那消息，师姐太懦弱了，都怪我才会连累到你。没事的，姐，现在也不晚。詹先生，这里有当初给周红林转账买房的记录，以及这些年他家暴我的鉴赏书，还有他出轨的证据。姐，你早就知道。又不是洋洋打了他手机，我恰巧接到那个女人的电话，我现在还被他蒙在鼓里。也就是说，他今天要钱，也是为了这个女人。对，他想要搬新家，把那个女人养在里面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嫁给这种人。詹先生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洋洋，不能给他。姐，既然这个东西交到我手上，我就一定把它办好。你们两个别担心啊，放心跟洋洋在这住下。可是咱们家就2个房间。你们现在还分房住啊？我睡觉会打呼噜，会吵到詹颖。我记得你不打呼噜呀。要不这样，我就和洋洋住酒店去。不用去，今晚你跟洋洋住一间，我跟海棠睡。你确定吗？放心，床很大。没想到这里面还挺整齐的。单叶，我没看错的话，这是百达翡丽和江诗丹顿还有劳力士吧？都是 A 货，不值钱。也是，毕竟这抵得上咱们好几套房子。我理解，男人嘛，出门应酬总要有几身好行头的。不过你放心，你这么厉害，咱们以后早晚买得起枕头。你说的没错，这床还真挺大的，咱俩正好一人一床被子，互不打扰。你放心，我睡相很好的。你先睡吧，我去处理点公事。好。
海涛，我听说了最近的事情，你还好吗？我让人帮忙去处理了。对了，你的电车我也让人修好放到你门口了，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。还张念生小帅哥，这个男人怎么还阴魂不散？喂，总裁，有何吩咐？明天联系 4S 店，我要去订车。迈巴赫还是林肯？我让他们直接送过来。五菱宏光，我自己去提。是。对了，总裁，您发来的资料，公关已经整理好发到网上了，相信明天就还夫人一个清白。知道了。带你去买车，看那个男人还怎么趁虚而入。闭嘴。这就是你说的睡觉好。太好了，姐。哟，这妹夫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？姐，那你就得问问某人昨晚做什么了。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啊？是邀请了什么人来吗？这不是为了感谢你帮我和姐姐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吗？没想到妹夫是战士集团的员工，这次真是托了你的福。其实那天念生送我回来的时候，说看见一辆劳斯莱斯，说那是战士掌权人的座驾。其实当时我就猜到了。又是张念生。等下你跟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姐，要不要一起？我可不去当电灯泡了。你带我来买车啊？可是我的电动车刚刚修好。那如果又坏了呢？总是麻烦别人不好，自己有车总是方便些。你说的没错。你也不用管车的价格，只要喜欢，用着趁手，咱们就买。可咱们来的是五菱宏光的店啊。哦，对了，你那个车是多少钱？我们买情侣款的。啊，不应该是夫妻款吗？那我去跟导哥说一声。你好。哇，现在五菱宏光的服务这么好了吗？那提车走人。哎，你这分了多少期啊？每期要还多少钱？全款拿下。那我分期把钱还你。不需要了，就当是早餐的回赠。咱们以后啊，不要这么麻烦别人。那谢谢你。海涛，前面停车场在维修，路口太窄，你先上去吧，我帮你把车停过去。好。你个贱货，还敢跟老子提离婚！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！放开我妈妈！放开我妈妈！大点的事儿，你个小孩插什么嘴？给你妈一天到晚不学好，给老子滚开！你在干什么？
我姐姐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我真的是小瞧你了呀，海童！我养活了你这么久，你现在竟然要撺到婷姐跟我离婚？我养条狗养这么久都该熟了吧？没想到你连狗都不如！你闭嘴！这么些年，统统处处看你的脸色。后来工作了，哪个月没有给你钱啊？再说，那房子是用我的钱付的首付，他住在里面，怎么了？海玲，我看你现在是翅膀硬了，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你离开老子，看你怎么活！也就只有我不嫌弃你没工作，又老又丑。我告诉你，我姐没工作，还不是因为你当初要她在家伺候你们周家人？你以为你是什么好货色？你连我姐一根手指头都配不上。周红林，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我要跟你离婚，我要跟你离婚！你别逗老子笑了，连你妹妹都只能靠男人养活，你带着孩子能干什么？再说了，我不同意离婚，你们能把我怎么办？周红林，你个畜生！你个畜生！你在外面养小三的时候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突然问彤彤要钱，不就是要找外面的小三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敢翻我手机？我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整天邋里邋遢，看着就搞胃口。男人有个3妻4妾的怎么了？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没本事，守不住自己的男人。跟我走！姐，妈妈，周红林，你简直不是人！我告诉你，这些年房子还有转账的证据，我已经收集好了。还有洋洋的抚养权，我一定会正当提的。你和那个女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，你们就等着法院见吧。还有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和小三出轨的证据，你不是天天以经理的身份引以为傲吗？我看到时候把这事捅出去，战氏集团还要不要？我说热搜撤的怎么这么快？原来是你们搞怪，想让我离婚，除非我死！找死！山叶，没事。姐，你快叫救护车去！我去。山叶，你坚持一下，不许睡，好不好？许姑，姐，山叶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该怎么办？小童，别着急，战姨她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能够挺过去的。医生，我丈夫他怎么样了？抱歉，我们尽力了。小童，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办？战野，你不要离开我！战野，这些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快原谅我呀！原来他会因为我的离开而难过，看他哭，为什么我的心也会跟着抖？你理理我，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？海涛，我在这儿呢，怎么认不出我了？还好你没有离开我，要是没有你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你很在意我？战衣，抱歉，我不能遵守我们的约定，因为我好像不能离开。什么意思啊？
善意怎么了他？哎呦，这小子容光焕发呀！我看你好得很嘛。奶奶，战印怕是伤得不轻呢，我跟姐姐去问医生他的情况。好。战印，你跟海童什么情况呀？他喜欢我，不能没有我。哎呦，我真想让你看看你这得意的嘴角。你要是不喜欢人家，还能让人家接近你1米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跟海童公布你的身份。这件事情我会找机会跟他说清楚的。这拖得越久啊，越难开口。既然你选择了隐藏，你呀就得自食其果。这周啊，你爷爷寿宴，不然把海童带过来。你爷爷一直念叨着要见海童呢。战总，我觉得老夫人说的对，公开身份的同时，还能把少夫人介绍给各位，这样的话，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敢欺负少夫人了。那便按您说的做，但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想清楚怎么清理这帮杂碎。敢欺负我战家的人，我看他是不想活了。战总，要不要让人把他们抓起来？不用了，这么做不是反倒便宜他了吗？慢慢折磨他们不是更好？让战士把他开除，并且冻结他们名下资金，谁敢资助他们，那就是与我们战士为敌。是。战一，对不起啊，给你添了太多麻烦。没什么对不起的，你是海童姐姐，顺带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看来海童比我的眼光好上太多太多，他能找到你是他的福气。那是因为他足够优秀啊。对不起，你有没有考虑重新回去工作？现在幼儿园全托应该不需要职工证吧？我可以去跟公司说一声。啊，真的可以吗？战印和老板很熟的。那太谢谢你了。怎么，确认真心之后就把工资卡上交了？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以后我的卡你随便刷。对了，这周是战士的家主过寿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？战士家主的家宴，那哪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去的？你们总裁对你也太好了吧？我们总裁说了，只要能讨得家主的欢心，说是有机会晋升的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好，那要准备点什么？不用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要是出现什么突发情况，就用这张卡。那你不跟我一起去啊？啊，我那天还有点别的事情，到时候宴会上会合。好。姐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？那种地方我可去不了。再说了，我还要跟周红林那混蛋。海玲，你跟你妹妹真是见到家了！为了打压我，把我工作搞没，爬上了哪个老男人床啊？周红林，你别太过分了！你捅了我妹夫一刀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行，你们有种，别让老子逮到你们，否则要你们好看！周红林，他被开除了，他活该。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但也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房子钱没要到，你现在工作还丢了，你……哎，小曼，你别着急啊，跟了我还能苦了你不成？哎，我已经打听好了，战士家主这周寿宴，到时候你跟我一块过去，求求情。就你啊，一个被开除的小员工，人看得上你吗？哎，老子人脉还是很多的，到时候你就看着就行。哎，我已经到了。海童，我这临时有事，不能在门口接你了。没事的，工作要紧，我们一会儿里面见。好的。亨利，真有你的呀，真把我给带进来了。这还不简单？待会儿等我找到家主，让他给我恢复职位，我立马把房子给你买了。真的？哎呀，亨利，你真好。该死，那个贱人怎么在那儿？站住！知道今天什么场合吗？就敢过来？你这个杀人未遂的逃犯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你别在这给我胡说八道！就是，你有证据吗？就敢诬陷红林？这位就是你的出轨对象。这次你来是以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身份来，还是连宴会都进不去，
要靠爬男人床的职业情妇身份。红林，你看看他，我姐脾气好，可以忍着你，不代表我也是。你们这对狗男女还真是臭味相投。你还不知道吧？看他装的人模狗样，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家暴你。这种臭鸡蛋，也就只有你这只苍蝇上赶着叮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还敢对我指手画脚？我告诉你，你跟你姐姐不会有好日子过。是吗？我还忘记给你一巴掌了。男人不自爱，就像烂白菜，我随时奉陪。你捅战印的那一刀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如果你不想被人知道你捅过人的话，就赶紧滚开！你给我等着！抱歉，先生，出入宴会，请出示您的邀请函。什么邀请函？不是什么人都能来参加家主寿宴的，我们要求必须持邀请函才能入内。红林，你不会没有邀请函吧？兄弟，通融一下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给你100块钱，你放我进去，怎么样？抱歉，我们这儿必须按规矩行事，没有邀请函不得入内。嗨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还让人拦到这儿了？你看什么看？难不成你有邀请函？我没有。也是，就凭你，怎么可能参加这种级别的宴会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今天打扮成这个样子，该不会是要进去钓凯子吧？还真是和他姐见到一块儿去了。瞧瞧这副狐媚样子，你老公知道你在外面找男人，我可做不出来跟你一样作践自己的事。我先生就在里面，我要不叫他出来和您说一下？不行，女士，这里邀请函1人1张才可以入内，我们不能坏了规矩。还老公？那小白脸不过就是个小职员，怎么可能拿到家主寿宴的邀请呢？你开玩笑呢吧？要是出现什么突发情况，就用这张卡。那你看看这个行不行？这是只有最高贵血统的战士亲属才可以拥有的至尊黑卡。你有这卡怎么不早说呀？是我冒犯了。看来战印和老板关系真的很好呢，竟然把这么重要的卡都给了他。那我现在能进去了吗？当然，您这边请。抱歉，我就先走一步了。不可以，滚开！我可是他姐夫，我告诉你，惹急了我，没你好果吃。不行！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你看这个，你那张卡哪来的？哼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傍上战士什么人啊？怪不得能把我从战士开除。你少胡说八道，我跟战士的人没有任何关系，这卡是我老公给我的。你老公不过是一个小职员，他怎么可能拥有这么珍贵的卡？你放屁呢吧！你爱信不信？这里是家主寿宴，你不想闹大被赶出去的话，赶紧闭嘴。好了好了，别闹那么难看，我倒要看看呀，待会儿他和他那个穷逼老公能送出什么礼物。这是给家主的礼物，好，请您收好。这是谁啊？这我还以为你能送什么好宝贝呢，原来是个冒牌货啊！这可是战士和秦叶敢送假东西。这2个海灵珠怎么一模一样？真是一样的。他那个是假的，这海灵珠可是红林在地下市场花重金买的。好你个海童！家主寿宴，你居然敢拿赝品欺骗他老人家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就是这么重要的场合，还拿假的？不可能，战印他不会做这种事的。况且没有证据吗？就说这是假的。我花了那么多钱，难道还能买成假的不成？这海灵珠难得一见，你和你那个穷鬼老公加起来挣的钱都不够，怎么可能送真的？海灵珠是由罕见白玉雕刻而成，其中的成分是由响度均衡来辨别真假。你说你这块是真的，不如我们来鉴定一下。战印，是啊，你们敢不敢来鉴定一下真假？来就来，谁怕谁啊？待会儿谁的东西是假货，
谁就给我从这儿滚出去！你的这块珠子用料也太差了吧，连玉都算不上，白玉听起来的声音是响亮清脆，而你这块明显不是。我平时很爱看鉴宝节目，这声音明显是合成材料。哦，听见没有？这块才是真正的白玉。确实，我曾经在网上见过此等鉴定方法，是真的。买到假的就算了，还跟真的碰到一起。原来他这个才是假的呀！现在你们可以乖乖滚吧。你个穷屌丝，没钱你装什么阔？我告诉你，咱们俩完了！怎么还拿假货呀？你们给我等着！要谁等着呢？你要谁等着呢？你这家怎么了？真是一家子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来参加个宴会，还把全家都带过来了。你好大的胆！敢在家主大人面前口出狂言！什么？你说他是家主大人？怎么可能？我看他旁边站的明明是海头她老公的奶奶。恭迎家主老夫人！恭迎家主老夫人！我要让你捅我孙子的那一刀加倍偿还！来人！把这人拉下去！真该死！谁敢资助他，就是与我战士为敌，生不得踏入半步！那这辈子，家主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海东，救救我，我错了，我可是洋洋的父亲啊！你也配？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！不要，不要，我错了。奶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来那个女的就是抱歉，战家的儿媳妇。其实呢，我是战氏集团的总裁。哦，原来他就是战总啊！你不就是公司的普通职员吗？臭小子，你还不赶紧给你媳妇解释清楚呀！海涛，隐瞒身份是我不对，是我自己不想被婚姻束缚。但是慢慢的跟你接触下来之后，战家的儿媳妇了，我便被你吸引。海涛，我不想结束这段关系，但是慢慢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讲了。我愿意，真好啊！用我接下来余生的所有时间给你赔罪。你看看，这是令人羡慕的感情啊，真幸福。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嫁给我？那你得答应我，从今以后不能对我有任何欺瞒。我发誓，从今往后，我会用所有的时间交付给你。我愿意。恭喜，恭喜蛋糕！